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警惕网络上的福音毒药。好吧，今天这个话题将我自己也装进去了。随着网络平台各类福音频道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教会牧师的主日讲道，以及一些基督徒的个人分享。当然，今天我想说的并不是那一类打着宗教或者福音的牌子，其实都是在灌输非基督信仰的信息，也就是那些传播假福音的节目。当然，只要稍稍有一点圣经知识的朋友，都能够清楚地分辨哪些是异端邪教的信息。今天我们不说那些频道，今天我想说的是那些所谓的正统教会牧师弟兄姊妹在网络上建立的频道。因为我越来越发现，随着教会更加重视网络的传播能力，这一类频道逐渐开始增多。很多教会已经不像疫情期间，网络直播是为了教会里不能参加实体聚会的会员准备的。现在很多教会或者同步直播，或者后期上传的节目，其实是为了在网络上给公众收看的。但不得不说，很多频道的内容我是不赞同的。所以今天我不得不拿出来跟大家说一说，希望大家警惕网络上的福音毒药。由于我本人就是制作这一类节目的，所以网络上这些福音频道我也订阅了不少。作为既是观众又是创作者的我，可能在这方面所用的时间比一般的弟兄姊妹要多。也正是这样，我才觉得是时候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提醒。我再一次的强调，网络节目不能取代大家读经祷告，网络节目也不能取代大家参加实体聚会。现在有一部分人认为，既然网络上有很多的福音节目，甚至有圣经课程，自己在家听就好了，就懒得看纸本圣经，这是不对的。我希望大家不要阅读手机上下载的电子版圣经，阅读圣经一定要看纸本圣经，因为很多东西你是在电子版中读不出来的，更别说是网络节目了。很多教会的主日都有同步直播或者后期的上传，一些弟兄姊妹觉得跟着网络看就好了，在家里边又方便，时间又自由，这是十分危险的想法。我曾经说过，除非你所在的地方没有教会，那么你没有办法选择。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是有教会的，就一定要去参加实体聚会。至于参加实体聚会的益处，我想当你真正能够体会到圣灵在聚会中的奇妙运行，你才能明白聚会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当代很多福音派教会没有太多传讲圣灵方面的教导，甚至一些传道人自己也不清楚圣灵的运行到底是怎样的。很多基督教会已经重走了天主教弥撒的仪式化的老路，聚会是按照程序一步一步完成的，众人感觉不到聚会的益处，自然对于实体聚会就产生了一定的抵触。但是真正的聚会是不一样的，是任何形式都无法替代的。所以网络节目只能是一种补充，充其量就是一道开胃的小菜，绝对不是正餐。若想吃到真正的粮食，你必须回到实体教会中。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前提下收看网络节目，否则网络节目就有可能成为你的福音毒药。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很多网络节目实际上真的连开胃小菜都算不上。
甚至会对你产生很大的误导。这就是现在的问题所在。教会的主日讲道，我个人觉得很难做到实体会众与网络观众之间做到很好的兼顾。一间教会的会友，大家彼此更加熟悉，牧师的讲道可以针对教会的实际情况选择更好的牧养方式。但是如果为了照顾网络观众，那么很多问题上就不能结合本教会的实际情况。比如我们看新约圣经中的4福音书，马太福音主要是写给各地的犹太裔基督徒，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则是写给外邦人。外邦基督徒或者慕道友都适合阅读。约翰福音的受书对象则是早期的基督徒团体，慕道友阅读是有难度的。当我们看到使徒书信的时候，也会发现使徒给每个教会的书信写作风格和教导内容也有很大的差异。虽然这些书都被编入了圣经，那是因为这些书卷都是上帝所启示的，而且所有书卷都有同样的真理做基石。在历史中其实流传着很多书卷和书信，像近些年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炒作起来的多马福音、犹大福音、玛利亚福音等等，这些看似与圣经写作手法类似的书卷，被一些人称之为次经或者伪经，实际上却在传播不符合上帝启示的真理。特别两约之间的一些次经和伪经，比如以诺书、马加比书等等，存在很多异教和异端的思想。比如基督教历史上一度出现的对圣物圣像的崇拜，以及轮回、炼狱等理论的产生，或者像赎罪券等买卖生死的教导，这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一些流传的次经和伪经错误教导造成的。最后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些错误的教导被神不断地修正了。可是仇敌的心没有死，一旦有机会，这种异端的教导又会死灰复燃。今天的网络平台就给这些错谬的教导一个非常好的传播机会。令人遗憾的是，这其中不仅仅是那些异端邪教团体利用网络散播信息，很多人打着正统主流教派的也被仇敌迷惑了眼睛。因为现在胡说的成本太低了，反而辟谣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面对这么多错误的教导，选择视而不见好像也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如果你能在一间属神的教会，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少的从网络媒体获取信息。一旦你在网络中发现一些不能分辨的教导，最好及时的在你的教会中分享，在教会的牧师和同工帮助下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过您可能说，当下所在的教会不冷也不热，牧师也不喜欢大家多问问题。教会的荒凉可以说是很多基督徒头疼的问题。不过在我看来，每间教会都有那么几个追求渴慕的人。能够看到我这个频道的朋友，一定是内心对真理非常渴慕的，所以能够在这么多的福音频道中有耐心看到我制作的节目。虽然本频道还有非常多的不足，不过至少我觉得在真理上可以站立得住。我所向大家分享的大部分节目，并不是我闭门造车的产品，都是平日里我与牧者同工们交流过后的总结和领会。因为很多观点我需要多方的求证，很多信息我需要各处的查考。当然不能保证我所说的100%都正确，
只有圣经中的话语是100%正确的。我说的只供大家参考。由于个人能力有限，很多话题和经文，我目前还没有能力完整的跟大家分享，所以有的文案我只写了一部分就停下来了。等我有更多的领会的时候，再和大家分享。不过，在我看来，很多频道的制作并不严谨，甚至有些偏离。首先，很多教会的官方频道一直强调其教派的神学思想，给人感觉只有他们是对的，别人都是不对的。教派跟教义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圣经，频道成了传播教派的工具，而不是传播基督信仰的媒介，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分党结派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而当代基督徒对此熟视无睹。今天这个战场已经从实体教会打到了网络平台。我个人觉得，只要是宗派色彩非常清晰的教会频道，大家都应该谨慎地收看，哪怕是一些名目，因为你一不小心就会变成跟从了人，而不是跟从了神。对于一些基督徒制作的频道，比如我这个频道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就更多了。首先，这一类的频道都是个人频道，说话没有太多的顾忌，说错了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在神学和真理方面没有太多的顾忌，加之当代的教会文化就是一种分裂的状态，很多教导之间没有合一，却是背道而驰的。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这是很难分辨真假的，甚至有时候我都会被一些频道带偏。还好，我及时的与身边的牧者和同工求证，才使得我不被这些错误的认知所误导。其实我一直以来的节目中已经穿插了很多对当代教会文化的反思，不仅是实体教会的问题，网络上错误的教导我也提及了很多，只不过这些太过零散，没有办法在一期节目中综合在一起。您可能会说，这一期节目只是说问题，却没有给出实际的例证。我想，如果一直跟着本频道走的朋友，一定已经接收了很多例证的信息。大家千万不要忽视网络节目对人的影响，因为这一部分在人们的生活中比重正在不断的增加。网络信息控制人类社会价值取向的时代已经逼近了。在这样一个时代，真正的信仰可以让你躲避那些来自世界的各种欺骗。不知道在这个时代能坚持真理的教会还有几个，保持纯正信仰的信徒还有多少？神的工作一直都没有停止，仇敌的脚步也从未放慢步伐。最后，我们来分享彼得后书第2章第1到第3节。从前在人民中曾有假先知出来，照样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教师出现。他们偷偷把使人灭亡的异端引进来，甚至否认那曾经买赎他们的主，迅速的自取灭亡。许多人会随从他们的行淫，因此真理的道就因他们的缘故被人毁谤。他们因有贪心，就用捏造的话想在你们身上图利。惩罚他们的自古以来就没有松懈，毁灭他们的也不会打盹。